先说好，我只是在瞧口罩而已哦，我从来都没有说要。好，开始前记得帮忙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影片咯。那今天的新闻有 iPhone 12零件流出，有磁铁到底要干嘛 ？iPad Pro 11寸即将消失，到底是为什么？末代 iMac 上市 ，Jon Prosser 又再次准确预言。那他最近还说了什么？好，我们就先讲一个我觉得最近算很有趣的一个哦 ，iPhone 12的零件照流出，然后后面为什么会有磁铁在里面？几张疑似 iPhone 12的零组件照流出，最有趣的就是后面有一圈磁铁，那看起来的排列应该就是在无线充电的线圈外面，所以这个到底是有什么作用？以目前的软体里面还看不太出来。然后在爆料消息里面最难确认的，其实就是硬体规格的部分。但我们来假想一下，如果这一张流出是真的 iPhone 12的配件，那以目前所知道所有的讯息，那这个磁铁圈可能可以是用来干嘛的？我目前猜测第一个就是跟 AirPower 应该有关系。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大约2、3年前的时候，我拍了一支影片，那就是用气的无线充电，然后充 Apple Watch， 基本上就是把一个磁铁先吸在 Apple Watch 的后面，然后把它放在充电器的旁边，放上充电器前，很快速的把那个磁铁抽掉。很有趣的就是我这样做之后 ，Apple Watch 就能在那个充电器上面充电，可是基本上还是非常不稳定啊，位置非常难抓，充电的时间有时候也会突然断掉，所以不要觉得就是说 Apple Watch 真的可以在上面充电。当初拍这个片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看有没有神人看到影片，然后可以进行一些改造，然后找到说怎么用一般的无线充电器来充 Apple Watch。但是后来其实就不了了之了。但我是认为这个磁力跟开启 Apple Watch 的充电一直是有点关联。拍这个影片的时候用的是 Apple Watch Series 3，AirPower 当初也是在 Series 3的时候发布的，然后又加上最近一直有 AirPower 即将在年底上市的消息，所以我就猜想这个磁铁圈会不会多多少少跟 AirPower 有点关系？不知道有没有对无线充电更了解的观众可以分享一下一些规格上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再来，记不记得我们先前讲过，苹果再来在为全无线的 iPhone 做准备。那我们先前有提到一个侧面的一个开孔可能是磁吸式充电的方式，但是会不会这个现在在后面的这一条磁铁圈，它就是再来要用磁吸无线充电的方式？所以 AirPower Mini 会不会就是一个磁吸无线充电盘，然后是吸在 iPhone 后面的？因为其实我先前提出这个全无线充电的可能性的时候，那很多人都在问说，那我们可能边玩电动边看影片，或是需求量大的人，我们习惯有一条线很牢靠的插在 iPhone 上面，随时充电随时使用。那如果磁吸的话或是无线的话，它会不会够牢靠，会不会够强？那后面这个磁铁会不会跟那个就有关系？那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配件相关，配件其实也有分啊。一般的配件，如果你说可能就是像一个手机壳有一个磁吸板在后面让它盖起来，那我觉得这个有点没有任何意义。那第二个就是可能像 iPad Pro 那样配合一个智慧型的配件啊，像是键盘，或是我也不知道 iPhone 可以配上什么。讲到这个，我就想问大家，关于这个后面这一圈这个磁铁线圈，如果这个消息来源是正确的，那确定在 iPhone 12上会有后面这样的磁铁圈配件，你们觉得应该是用来做什么？还是你们能想到或是知道这个后面的可能性是什么？希望大家分享，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好，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讨论 iPad 跟 iPad Pro。关于 iPad 的消息最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乱，但我也了解啦，因为一方面这个所有的重心啊都放在 iPhone 上面，那以内部来说 iPhone 12其实就是目前最重要的产品啦。那一切的计划都会以 iPhone 12为优先，意思就是在资源和时间很有限的状况下，其他产品都是可以忽略暂停或者向后延，来全力确保 iPhone 12不会出错。其实之前有类似案例啊，就是不管是 iPhone 的硬体本身啊，或是 iOS 本身碰到任何重大的问题的时候，苹果会要求很多团队放下他们手边的工作，全力来支援 iPhone 跟 iOS 的团队。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那另外从外部来说，真的好像也蛮少人在追 iPad 的消息啊。当然也毕竟 iPad Pro 才上市没有多久。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下我目前有看到，然后收集到一些消息啊。准备好，非常乱，我自己也看不太懂。iPad Pro 11寸将下架被 iPad Air 取代。Mini LED 的 iPad Pro 将在明年3月上市，搭配 A14Z。然后3就是 iPad 会从 A10 的晶片升级到 A12。然后第4就是 iPad Mini 要等到明年3月。好，那我们就慢慢来讲，整理一下。一开始的消息说是今年的10月会有11寸的 iPad Pro 配上新的晶片，然后12.9寸的要等到明年3月，然后会有 Mini LED。然后第8代的 iPad 和 Air 也是到10月之后，然后 iPad Mini 则是到明年3月才会上市。
那现在调整后的消息呢，则是年底的 iPad Air 会是10.8寸或11寸，然后明年3月的时候，新的 iPad Pro 12.9寸配上 Mini LED 还有新的晶片，不会再有11寸的 iPad Pro， 加上 iPad Mini 跟更新的晶片也会在明年3月推出。这部分的消息就是我目前还没有办法确认啊，可是我觉得11寸的 Pro 如果取消掉的话，感觉有点可惜，因为我知道有蛮多人买 Pro 都是喜欢11寸的尺寸，然后加上今年推出的键盘也都有搭配11寸的，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11寸的 Air跟 Pro 就算即将结为一个产品，不论它的名字叫什么，我觉得它都会持续支援周边的配备，那可能就是延续现在 iPad Pro 的设计。那至于12.9寸会不会升级成 Mini LED 之后，就可能有一点小设计上的更新，这我就不太确定。有更多消息传出来，或是我能收到更多确认的消息，我再回来跟大家讲。好，下一个本来说我不太想讲，可是其实这个有影响到一些其他的消息，那所以就来说吧。末代 Intel 版本的 iMac 27寸上市了，那像先前讲到的一样啊，设计没改，处理器和显卡配置升级，然后全面改成 SSD。从今年开始，所有的 Mac 都是 SSD 了。然后 T2 晶片，除了这些还有一些预先知道之外，还是有一些小亮点啦。像是终于有了 1080p HD 的前置镜头，但是没有 Face ID。然后，荧幕有 Nano Texture 的雾面选择，但这次 iMac 上这个要价$500啊，就像是 Apple 专业荧幕上面的那个雾面处理涂层一样，可以有效的降低反光。然后这台上市的时间 ，John Prosser 先前就说会在8月，然后这一次在正式发表前的几分钟，那他就说，要来了，就在今天。然后说，几分钟就要上市了，就像上市 iPhone SE2 那样100%准确的爆料。这个精准的准确爆料度会影响到 iPhone 12什么的。那我先让大家知道一下 ，John Prosser 应该是近来最精准的爆料者了。可是就算他是最精准的一个，他的准确度大约也是在6到7成之间。先让大家心里有个底啊。他说 iPhone 的发表会延到10月，他这边不是说上市或是开卖，他讲的是实际发表这支电话的时候。其实上次苹果 CEO 说出来 a few weeks 的用词的时候，我心就大概凉了一半，因为其实这个用词我有讲到在 PR 或是行销上面，这个就是充满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那 a few weeks 就是通常是一个蛮糟糕的情况。OK， 那这个代表就是说，他自己内部都还不是非常确定。整个发表会延期的话，我比较担心的，觉得 iPhone 我们可能大家都有预期会晚上市啊，整体会连带到的其他产品，像是 Apple Watch， 我们在等 AirPods、Apple TV 会不会整体都跟着向后延？其实像 Apple TV 或是 AirPods 3这类的产品，或许可以无预警上市啊。可是我觉得 Apple Watch 或是 AirPods Studio 这一些比较新的革命性的产品，我还是希望能看到有一个至少是线上发表会能讲解一下功能啊，介绍一下，我觉得这个对整体的热度还有行销方面啊，媒体的一个聚集力会更有效。但如果反过来想，硬要去想正面的话，那就是有更多时间，大家可以多存一点钱吧，因为现在产品真的非常多。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说，如果全部都向后延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就是在今年都不会看到苹果眼镜的发表。那今天的问题就来回顾，就是同一个，你们觉得 iPhone 背后可能的磁铁组件它的作用还有它的功能可能会是什么？会搭配什么配件啊？或者它实际上使用上会是什么方式 ？OK， 那再来就是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其他想知道的，因为我还是有一些排着要讲。今天讲完这些之后，再来有什么你们最想知道的跟我讲，然后我可以把它排到前面，然后可能明天后天再来讲吧。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记得帮忙按赞、订阅还有分享，然后按下小铃铛，所以你不会错过。那就先这样咯，拜。